我们都知道，当人的情绪压抑到极致，在爆发的那一刻就会形成咆哮。在电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虽然咆哮的镜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表演，但是要想将这种情绪融入到整个角色，这就需要一定的演技了。那么，明星咆哮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小编来带大家看一看那些明星咆哮的名场面吧。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一提到咆哮演技，很多人第一反应估计都是马景涛。作为琼瑶剧的第一男主角，依靠咆哮派演技征服了两岸三地的观众。但实际上，这几位演员咆哮功力丝毫不输他。比如赵丽颖，如果要问赵丽颖到底有没有演技，看她咆哮的样子就知道。别看我们颖宝人小，爆发力还是很强的。不论是在《花千骨》中，还是在《楚乔传》中，赵丽颖都有咆哮戏份。只能说颜值高就是不一样，咆哮起来也挺美的。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花千骨》，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小骨深受大家喜爱。虽然这部影片中有不少的穿帮镜头，但是却也丝毫没有影响赵丽颖的演技。当小骨看到唐宝被杀之后，整个人的情绪就爆发了，洪荒之力从体内汹涌而出。咆哮的赵丽颖虽然面目狰狞，但是整个人的情绪却融入得非常到位。不过有一说一，赵丽颖这张咆哮照确实有点吓人，难道是要吃人的节奏吗？还有网友评论道，这还是我们的赵丽颖吗？看着这个演技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太吓人了。不过考虑到故事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说明她演的传神。而在电影《宫锁沉香》中，赵丽颖饰演的琉璃也让观众惊艳。通过对琉璃这一角色的演绎，赵丽颖也有了跨越式的进步，她也真正走出了美貌萌妹子的光环，用角色证明了自己。而《姗姗来了》更成为赵丽颖继《陆贞传奇》和《妻子的秘密》之后的又一部高收视率的佳作，让素有收视小天后称号的赵丽颖展示出了别样的一面。文明甜心赵丽颖在此剧中凭借自己乖巧甜美的形象和自然脱俗的演技，再度续写收视传奇。当然，拥有此等咆哮演技的也不只有赵丽颖，迪丽热巴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不过不得不说，虽然迪丽热巴是咆哮让人记忆深刻，而且迪丽热巴的演技也很不错，但是看迪丽热巴咆哮的样子，却被嘴里的面包给抢戏了。在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中，迪丽热巴边吃东西边对着好友咆哮，这一段戏非常的搞笑，真担心迪丽热巴会将嘴里的面包喷到好友的脸上。当然，除了咆哮，面部表情也是传递情绪的重要一环。古装剧《秦时丽人明月心》中，热巴表达愤怒的方式是咬牙切齿。热巴为了演好剧中角色，完全不顾及自身形象。作为精英女神，热巴近几年也是很吃香的，颜值没话说，而演技更是非常超卓，为人也很低调。这几年也是没有绯闻，小编感觉这个奖项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因此，所有的明星咆哮是一种演技，情绪酝酿到位是凸显明星演技的重点。因此，咆哮得当本身就是演技高超的表现。在前2年热播的《我的莫格利男孩》中，杨紫也再次展现了她堪称教科书般的哭戏崩溃戏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她将角色的悲伤情绪表现出很多层次的情绪状态。哭戏崩溃低层次，突然知道白依林就是那个暗中的情敌，质问白依林时，杨紫所表现的愤怒震惊。哭戏崩溃第2层次，当正理出现时，杨紫表现出的委屈和伤心。哭戏崩溃第3层次，一直在偷偷暗恋，一直在付出，一直在为他做改变的林夕，当听到正理当面承认自己爱的是白依林，而不是他时，无法承受的绝望、失望，心在滴血的情绪。哭戏崩溃第4层次，当听到父亲的责骂时，杨紫表现出情绪的彻底崩溃，咆哮，内心最后一丝坚强荡然无存。哭戏崩溃第5层次，当再次面对正理时，杨紫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满含泪水的林夕知道自己的暗恋，自己的青春是要结束了。原来人在最悲痛、最恐慌的时候，并没有眼泪，眼泪永远都是留在一切彻底结束的时候。杨紫的哭戏非常有代入感，哭的表情也不难看，每一种心情都有它相应的情绪表现张力，并且在戏中的演技也是炸裂了。一段很是愤慨，将本身的内心给爆发出来的戏，加上哭戏，真的很是让人心疼，同时将观众们也都拉进了他的戏里。这演技也是影视里面的第一手啊！孙俪近年来的每一部剧都令人惊艳，演技更是炉火纯青。也许是表演的太过投入，有些镜头看着让人很想笑啊。孙俪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
观众好像更喜欢她在戏里悲伤的样子。这样说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她的哭戏表演得实在太过精彩，孙俪总是能将人物的悲怆结合她自身的解读，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无论是《甄嬛传》里丝丝入扣的被人称为连眼泪都会演戏的哭戏，还是《芈月传》里伴随着愤怒和绝望的咆哮而来的放声痛哭，亦或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面对吴聘去世时无法接受的崩溃大哭，又或是安家里葡萄虚脱要被导演喊停的哭戏，无一不再显示孙俪的哭戏演技是多么的炉火纯青。孙俪的实力有目共睹，《甄嬛传》小编看了不下10遍，很多台词都会背了，但最近再看，居然还能发现新的细节，让人感慨演员演技的细微精湛。比如第75集，甄嬛站在圆明园寝宫门口，抬头看院子里的景色，注意此时甄嬛的侧面，嘴唇嘟起来，嘴角带有笑意，这是她刚入宫时常有的表情，带着小女儿的天真娇憨。回宫后则极少出现，看了这么多遍，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细节。然而这个表情只持续了2秒，当景熙和她说起皇上病情的时候，甄嬛立刻恢复到了她平时冷静威严的表情，然后就是不露感情的指示景熙把奏折送到皇上面前。基于正式的皇上哪怕在病中也会看奏折，以此进一步消耗皇上的体力，让他早点死。小编一直以为到了这个阶段，甄嬛的内心已如大理石一样冷峻坚硬沉重，虽然历经无数大风大浪，她心底深处仍然住着一个少女，会为了一朵花一片云而微笑的少女。当然了，有好就有坏，我们来说说 Angelababy， 她虽然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她的演技却是很难以恭维的。在孤芳不自赏中，很多人把她的剧照做成了表情包，因为她一直在瞪眼，然后这部剧也通过这些表情而走红于网络，得了一些知名度。Baby 的演技一直很浮夸，自然不必多说，这干瞪眼的表情实在是太尴尬，情感不到位，除了浮夸，再也想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众所周知， Baby 的演技真的差到惨不忍睹，杨颖演技之烂毋庸托提，那简直就是公认的。11年时有一部成功的作品，那就是《建党伟业》。在剧中，杨颖曾有和刘德华飙戏的片段，可是她展现出来的是什么？这本来是一场诀别的哭戏，可是因为杨颖自身的问题，她哭不出来，只能来回滴眼药水，这当然没有真正哭戏来的自然。再加上这个举动让刘德华真是目瞪口呆，甚至表示过自己忍不住会笑场，甚至就连导演都对杨颖看不下去了，表示眼药水已经滴了大半瓶，都被你给吸收了。如今杨颖瞪眼的演技已经成为常态，可是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自身的不足，却一味的找外在的原因，更是开发了新套路，拿生理期当起了挡箭牌。不少网友也是出言讽刺杨颖，表示就你这样也好意思称自己值8000万？如果这样的女星都能成为成功的演员，那么是个人都能做演员。因此如果有人问小编 Baby 的演技有多烂，我只能说德芙广告是其演技巅峰，只能说有了 Baby 垫底，关晓彤的演技似乎都瞬间高大上了起来。作为流量小花，关晓彤正是最美好的颜值时期，这样的痛苦狰狞咆哮的时候，额头上脖子上的青筋都出来了，关晓彤演的真是非常投入了。不过在《极光之恋》中，关晓彤咆哮是演技，真假音切换声嘶力竭，被网友吐槽耳朵听了要流产，只能说任何事都过犹不及啊。宋茜的演技一直都饱受争议，也很少在荧幕上有过咆哮的举动，但是在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中，宋茜和沈腾一起演绎琼瑶剧中的一出咆哮剧情，只能说大姐你这全程笑场让人很难办啊，沈腾老师都快被你逼疯了，哈哈哈哈。当然了，宋茜的演技小编认为还是有的，正在热播的《风起洛阳》中，宋茜就很好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在剧中饰演武思月。作为女主之一的宋茜堪称2代女团之光啊，下一站是幸福，演技虽然比不上影后级别的，但也算是不错，感觉宋茜在这部剧上进步很大，打戏英气飒爽，以宋茜的努力，演技再提升一点点就可以做到1姐了。而此次逆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风起洛阳》中宋茜精彩刺激的打戏众多，不论是武思月在喧嚣的男士偶遇刺杀奋起保护郡主的画面，还是他在不良景下和高秉烛的追击打斗，每次拔剑都显得格外飒爽，自然精湛的打戏有着极强的代入感，瞬间把观众带回到那个侠肝义胆的古代江湖中去。从前面这几个演员我们就能发现，做演员演技始终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没有精湛的演技，哪怕是颜值非常优秀，也难以被市场和观众所接受，哪怕是咆哮都能看出差距。只能希望那些演技还不过关的艺人们能
能够赶快成长起来吧。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